我是个娱乐圈小透明，只因我说过喜欢和父母一起种地，当红女星就讽刺我不爱读书，酒漏鱼。不像他，冷门的植物学奖杯都能拿，可到了野外求生综艺，他原形毕露，啥都不懂。而我烧烤小蛇，生嚼蘑菇，大胆狂炫原始食材。毕竟我爸那个顶尖植物学专家从小带我种地，连你说的奖杯刻的都是我英文名字，稳稳摆在我书房。我是个佛系女明星，跟公司力捧的新晋小花苏雪接受双人采访。于季问闲暇时间喜欢做什么，我实话实说，平时和父母种地，因为我父亲是植物学方向研究者。这后半句还没说出口，就被苏雪抢了话。他捂嘴惊讶，天哪，父母不应该多鼓励孩子读书吗？然后苏雪真诚面向镜头，不是我要指责他人的做法，我只是想呼吁女孩子一定要读书。所谓女性独立，首先就是思想上的独立。感谢我的父母，让我不仅有幸进入娱乐圈，还成了马什国际植物奖的首位华人获奖者。我本来想解释，却突然不知说啥。马什国际植物奖，这奖杯不是正稳稳的在我的书房放着吗？我被黑上了热搜，鬼畜表情包被 P 上酒漏鱼3个字。我以为从此星途直接砍断，可以继续回去研究植物。没想到经纪人决定榨干我最后一丝剩余价值，让我和苏雪一起上一档综艺，只为用我衬托他高材生的人设。可我看着综艺节目设置，笑出了声。荒野求生，这节目全程都在荒野丛林里拍摄，蛇虫鼠蚁数不胜数，主要走没剧本直播路线。所以公司是想苏雪能在户外展现自己专业才能，一边穿着性感吊带热裤，一边指点江山带我们勇闯丛林。但公司的算盘怕是打错了，因为苏雪只是出了趟国，买了个植物学方向的水硕，就开始在国内狂立学霸人设。我突然来了兴趣，我倒要看看正主面前你还能怎么编。我刚进片场，气氛就开始不对，一大波黑粉几分钟之内到达战场。别搞事啊，叶青这种胡咖也配合我们苏雪女神同框。这女的谁？热搜被骂惨的那个酒漏鱼，真晦气。幸好我家哥哥没来，这女的出了名的靠 CP 蹭热度，估计她连小学都没毕业吧，难怪接不到戏，台词都认不全，怎么拍戏啊？夜胡咖该不会上来就被虫子吓哭吧？我还真有点期待了，到时候集美们别忘了多截几个表情包啊！我淡淡扫了一眼弹幕，毫不在意。到底谁是酒漏鱼，迟早会见分晓。除苏雪以外，这次的嘉宾还有练习生刚出道的顾敏燕，以及我曾经一周绯闻男友影帝江岭。节目组是会搞噱头的，顾敏燕我不熟，苏雪我看不上，于是我站在了江岭旁边。没等我们说话，苏雪先贴了上来，她搂着我的胳膊，装出亲热熟人的样子。青青你来啦，怎么不站在我身边呀？引战引得这么明显，这女的有脑子。我默不作声，就看着她表演。观众显然很吃她这套，故意站影帝身边，无耻，还嫌热度蹭得不够多是吧？滚啊！酒漏鱼胡咖，离我家哥哥远点，哥哥别理他。在我这刷完存在感，苏雪又拉着顾明艳到旁边，给他讲注意事项。他故意拔高声音，生怕观众听不清。一会不要什么植物都采着吃，尤其越鲜艳的就越有毒。还有些花草上面带刺，小心一定不要被划到。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些了解的，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随时问我。顾明艳连连点头感谢。弹幕雪雪好温柔，好有大姐姐气质，呜呜。学霸女神哪个名校毕业的？怎么没听她提过？你懂什么？雪雪很低调的，海归硕士，这是还是她有一次采访不小心说漏嘴的。学霸苏雪和草包叶青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哈哈！我低着头，怕自己耻笑出声。脸皮得多厚才说谎不打草稿？接着按着导演组的安排，我们登上了直升飞机。我注意到这不是一般的商用直升机 KA-32，售价约1.2亿人民币，救援机。机舱内还有几个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。我心领神会，看来我们是走不出这架飞机了。10分钟后，飞机缓缓下降。导演举起麦克风，各位嘉宾已经到齐，这次的地点选在云南的昆明西山，你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节目组藏在山里的路线提示，按照路线到达山的另一侧。期间所有的食物和水源需要你们自己解决，山里资源非常丰富，一旦遇到危险，可以按下麦克风旁边的紧急呼叫按钮，我们会派直升机进行救援。现在节目正式开始，请大家依次跳伞降落，祝大家成功逃出深山。跳伞之前没提过还有这个环节，嘉宾全都变了脸色，尤其是苏雪，小脸下的煞白。我顺着机舱的观察窗往外瞥了一眼，这点高度都不如直接顺根绳，一不小心顺嘴说出来了。弹幕叶青好装啊，坐等他被打脸。还是我们家雪雪淡定，面不改色楼上的，你确定他不是被吓的？
烦死叶青了，能不能别总给他镜头，我要看雪雪。紧接着，机舱的后半段那几个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冲了上来，他们连自我介绍都没做，就开始给我们上绑带。苏雪吓得尖叫连连，直接退到了机舱最里面。顾明艳一边躲开教练，一边往苏雪那边跑。在那双43码的大鞋踩到我脚上的前一秒，我微微侧身躲开致命一击。哥，不至于，真不至于，这是跳伞，不是上刑场。场面实在太慌乱，导演看时机差不多了，出声提醒大家不用紧张，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专业的跳伞教练，都有 B 级以上 USPA 证书，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。嘉宾不挣扎了，很快被绑好了安全设备。苏雪被选中第一个跳伞，我估计公司也是跟导演打过招呼的，让他多给苏雪一些出风头的机会，但可惜有些花瓶他不中用啊。苏雪脸色白了又白，不，还是你们先来，我帮你们垫后，说话就说话，你腿抖什么？学姐，怎么能让女孩子打头阵呢？你在我后面，我保护你。顾明艳硬着头皮想表现得绅士一点，她往前凑了几步，低头向下看，然后又忍不住退了回来。直升机外的风吹得她心形刘海都凌乱了。专业人士一眼就能看出，这高度比最低安全限度高不了多少，又有专业人员保护，根本没危险。顾明艳自己不敢跳，将领咖位大她惹不起，她就看向了我，眼神里的意思很明确，你先。我顿时翻了白眼，没那个胆，你搞什么英雄救美啊？不过我倒真是好久没跳伞了，也不介意打头阵。我正要和教练说话，江领忽然开口，我第一个吧，你们跟在我后面。我有点意外，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喜欢这种极限运动的人。导演点头，江领没犹豫，跟着教练就跳下去了。看到江领安全着陆，顾明艳松了一口气，嘴唇微微有了血色。学姐，你最后跳，我在你前一个给你做示范。苏雪故作为难地咬着唇。叶青，要是你害怕的话就说出来，没关系的，我们都能理解，我也不惯着他。行啊，那你先来。苏雪脸色一僵，我看她磨磨唧唧，也没有要跳的意思，直接走到机舱门口。教练抓住我的衣角，示意我还没和他连接安全锁。我从口袋里掏出几年前考的 USPA 跳伞证，在众人眼前晃了一下。没事，姐有证。在顾明艳和苏雪诧异的目光下，我背对着天空跃下飞机。直升机的门被我毫不留情地合上。忘了，个人跳伞次数太多，习惯了随手关门。直播间，我领哥哥太帅了吧！跳伞那一下简直跳到了我的心巴上。顾明艳也很绅士啊，一直保护女神。你们看清楚了吗？卧槽，叶青手里的是 D 级证啊，跳伞至少500次才能拿到。他怎么这么能抢风头啊？好心机，不是苏雪让他先跳的吗？有一说一，我觉得他这一跳挺帅的。我怎么记得江岭采访里说过自己恐高呢？我记错了。顾明艳和苏雪依次落地，两人脸色煞白，吓坏了。苏雪故意走过来挑事。青青，你刚才那个跳伞证是真的吗？叔叔种地赚钱不容易，跳伞运动价格不便宜吧？如果证是假的，下次你可不要这么莽撞了，大家都很担心你呢。哟，这股茶味熏得我转身就走。感情我要是说这是真跳伞证，就是败家啃老；我要是说这是假证，就是装逼吹牛，还不拿生命当回事是吧？我淡淡道，我家种地不赚钱，单纯爱好。苏雪蹬鼻子上脸，我懂，叔叔种地，你觉得脸上无光？担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青青姐，你也要多体谅父母的难处呀。他越说越起劲，活脱脱把我塑造成了不孝的白眼狼。我估计弹幕这阵子肯定骂我骂疯了。路过我身边，苏雪用讥讽恶毒的眼神盯着我，声音轻飘飘的：“贱人，给你长长记性，少出风头。这要不是在直播，我肯定当场给他一个大逼斗。他是不是不懂什么叫蹦跶的越欢，死得越惨？趁着这次直播，我一定当着全国观众的面，好好衬托一下他。”解开降落伞的绑带以后，我们用指南针辨别方向，往北走了1个小时。路越来越难走，灌木丛生，布满碎石的地方崎岖难行。但好在节目组设置了开局福利，我们在一块显眼的大石头上看到了节目组做的记号，石头下面压着1/4片地图，正好标注出我们接下来应该走的方向。咱们在这休息一会儿吧。顾明艳喘着粗气，看起来体力耗费不小。江岭抬头看了一眼天色，也行，那就在石头这休息一下，你会趁着天黑之前得找到搭帐篷的地方。我找了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下。苏雪不怀好意地凑过来，突然指着地上一小片荠菜问我：“叶青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不就东北蘸酱菜吗？”我点点头。那你说这是什么？还能是什么？蘸酱菜。苏雪满意地笑了，眉目间透露着骄傲的神色，开始滔滔不绝。我给你科普一下，这种草叫车前草，可以清肝明目、清肺止咳。这种地方见到这些草药还是不稀奇的，但是你居然连这都不知道，我还以为这是常识。弹幕开始夸赞，不愧是女神，博学多识，好厉害呀！
那叶青像个蠢蛋，还蘸酱菜，他哪人啊？可别给家乡抹黑了。空皮囊一副呗，可能他想营造笨蛋美人的人设，谁知道真是个笨蛋。不是啊，这好像真是荠菜，我现在嘴里正吃着呢。我学中药的，这哪是车前草啊，别误导人了。叶青说的是对的，我看他根本不是网上说的什么酒漏鱼。水军开始洗白了是吧？我们雪雪说的就是对的，你们一群傻逼。苏雪越炫耀自己知识渊博，我就越迷惑。我地铁、老人、手机，他不会以为我说蘸酱菜是故意录蠢吧？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但这真不是车前草，这玩意是荠菜。我们那边拿它蘸酱吃。苏雪被我反驳，立马不服气起来。你竟敢质疑我？这就是车前草啊！对对对，苏雪脸色难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挤出僵硬的笑。没事，你不懂这些也正常。我在国外读硕士的时候学过这些，为了拿到国际知名奖项，也做了很多调研。关键词：海外硕士、国际知名奖项。他每时每刻都在炫耀自己的学霸人设，我既佩服他的敬业，也惊叹他的大脸。次次都把别人的奖杯说成自己的，不害臊吗？旁边还有个捧臭脚的顾明艳，连夸学姐厉害，学姐才女。苏雪假意谦虚，眼神又透着说不出的得意。妈的，我能实名举报吗？有人偷我奖？弹幕：卧槽，苏雪女神好厉害呀！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奖，含金量很高啊。雪雪这是为国争光，泪目了，这才是值得粉的优质偶像，为她吃为她狂。我为苏雪姐姐哐哐撞大墙，国民闺女，学霸女神。苏雪就是我的榜样，我正要细问，苏雪突然惨叫：啊，有蛇！她一下子蹦了起来，尖叫着后退。我看了过去，苏雪面前一条通身蓝绿色的翠青蛇正嘶嘶地吐着信子，蛇身高高拱起，蠢蠢欲动，这是蛇类准备攻击的样子。蛇这种东西在山里太常见了，不过翠青蛇虽然看着鲜艳，其实无毒。从小我就跟着我爸叶旭生在世界各地采样本，各种小可爱见了不知道多少。之前我在山里调研的时候，当地不少猎户都会直接抓这种蛇来吃，据说味道鲜美又大补。我站在原地吞了吞口水。弹幕：好危险啊，这蛇看着好像有毒。完了，我苏雪女神不会要被蛇咬了吧？呜呜，来个人英雄救美啊！你们看叶青都被吓得不敢动了，哈哈。他该不会被吓哭吧？大家准备好截图做表情包。苏雪扯着嗓子哭嚎，险些打断我的思路。这蛇一会到底是蒸着吃更好，还是烤着吃更好？顾明艳也被吓得呆住了，一动不敢动。倒是江敏小心翼翼往这边挪了几步。其实遇到蛇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有大动作，蛇被吓到才更容易攻击人。刚才苏雪要是原地不动，这条蛇没准就爬走了。我站在蛇的背后，离它最近。趁着他注意力都在苏雪身上，我缓缓捡起了一根细长的木棍，电光火石间对准蛇的7寸飞速压了下去。他转了个头想要挣脱，我又顺势踩住他的尾巴，左手按住木棍，右手迅速夹住蛇的头颈两侧，然后将它提了起来。载种，只是姐姐。我和小蛇四目相对，从他眼神中读出一丝无助。只能怪你命不好了。所有人都被我的举动惊掉了下巴。直播间炸了！卧槽，我看到了什么？美女徒手捉蛇，我刚才还为了苏雪女神担忧，现在居然觉得小蛇有点可怜，是怎么回事？顾明艳不是绅士吗？怎么不见她跳出来保护女神？我家燕燕那是怕激怒蛇，你们这群傻叉狗叫什么？叶青这操作看起来怎么很熟练的样子？不会他以前就捉过蛇吧？笑死，就他怎么可能捉过蛇呀？是导演组安排的洗白剧本吧？给你剧本，你也捉一个我看看。江林反应过来，迅速从背包里掏了个帆布袋递给我。我把蛇装进去，将袋子挂在肩上。苏雪又觉得被我抢了风头，脸色铁青。她咬牙切齿地嘲讽我：叶青，你爸爸是农民，乡下蛇多，你是因为这个才会捉蛇的吧？狗咬吕洞宾。一想到这大姐还盗用我的奖杯，我就更不爽了。我故意问她：植物学硕士也需要经常在深山里采样吧？难道你没见过蛇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我当然见过很多了。我看着她慌乱的样子，忍不住想笑。才故意逗逗你，你就开始露马脚了吗？真没意思。不要紧，正好咱们晚饭有着落了。晚饭，我拍了拍装蛇的袋子，没毒，可以吃的，这么大一条也够咱们几个分一分了。你在野外的时候不会没吃过这些野味吧？苏雪脸色煞白，欲言又止。顾明艳鄙夷地翻了个白眼，替苏雪说话：你怎么知道有毒没毒？有点常识行吗？这种鲜艳的蛇怎么可能没毒啊？要吃你自己吃。苏雪也趁机发功：是啊，青青，别冒险了，你馋肉吃也不用挑这种时候呀。而且我觉得那条小蛇好可怜，要不我们把它放了吧？弹幕：啊呀，我女神真的人美心善，连一条蛇她都不忍心杀，我没有粉错人。
顾明艳说的对，这种颜色鲜艳的八成有毒。叶青嘴馋也不用害别人吧，万一大家吃了中毒呢？杀生就是造孽呀，叶青这些年造了不少孽了吧？楼上的到底谁没常识？我是学动医的，这种翠青蛇本来就没毒好吧？你们就没人觉得苏雪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在山里待过的样子吗？真的别太荒谬。大哥大姐，你俩没事吧？刚才还被这条蛇吓得差点离开这个美丽世界，现在又开始圣母心泛滥了。荒山野林的，不吃这些东西吃什么呀？冷知识，人类每一次呼吸都会杀死114514只微生物。这么圣母心，要不乐山大佛的位置让给你坐？苏雪一梗，眼圈通红，像受了委屈。顾明艳立马帮腔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有话不会好好说，好好说也行。那你俩现在去抓点别的东西回来，我就立马放了这条蛇。一听这话，顾明艳闭嘴了，连点野外常识都没有，能知道什么能吃？但苏雪露出得逞的笑容，我们吃这个吧，这有蘑菇，肯定没毒。我硕士期间专门修过这方面的课程，我敢确定，野外长得丑的蘑菇都是能吃的。他指了指旁边树丛下面的几朵菌菇，好像终于等到出风头的机会了。我淡淡瞥了一眼，你他妈再说一遍，这玩意没毒，这不是亚西爪红菇吗？长得跟平菇差不多，不过这玩意有剧毒，不用多，吃一朵就够去见杨老爷了。更何况在云南的山里找菌子吃，他是怎么想的？连当地人都不敢保证找到的菌子无毒吧？苏雪兴高采烈地拿出袋子，准备采几颗。我提醒他别碰，有毒。苏雪的手尴尬地僵在了半空。顾明艳气笑了，叶青，你是故意跟学姐过不去吧？学姐可是植物学硕士，这方面她最有发言权。你要不还是回家帮你爹种地得了。再说这不就是评估吗？你当我们傻？雌竞也要挑时间地点吧？学姐一直不跟你计较，连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弹幕：顾明艳对得好，我早就看叶青不顺眼了。那东西好像确实是普通蘑菇，怪不得都说叶青绿茶。雌竞好明显，不就是怕苏雪女神把她比下去了吗？回家种地，哈哈，对得好，笑死我了。燕哥哥心直口快，圈粉了，这傻叉重度脑残，没治了。我一脸的无所谓，你要是不怕死，就替你女神尝一个，看看到底有毒没毒。别在我这表演英雄救美，这么能装，你数垃圾袋的？顾明艳一脸不服，明显压抑着愤怒。苏雪连忙替他解围，还要踩我一脚。算了，阿燕，别跟青青动气。既然叶青不爱吃这个，那就再找找别的。女孩子挑食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。里外里给我贴上矫情的标签，我不稀罕搭理你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。我装作若无其事，单纯好奇，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植物学硕士啊？苏雪终于又逮到机会可以炫耀了，得意的扬眉。英国罗弗森学院生态科学专业，植物学。哦，公司给他安排的学霸人设就这样。他也不做功课，查查那是个什么学校。我没忍住笑出声来。你是说 QS 连500都没进，10万块钱就能专升硕，1年制国内网络授课，连学历认证都通不过的那个学校是吧？鄙人有幸国外念书的时候听过这个学校，你怕不是让那些留学中介广告给忽悠了吧？他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，你说什么？你也在国外念过书？哪个学校？弹幕也懵了。苏雪的学校真像叶青说的那样吗？我作证，罗弗森确实不是啥正经学校，土耳其人在英国开的私立学校，纯骗钱的。专升硕，那苏雪岂不是大专学历？别黑我家雪雪，我看叶青是吹牛呢，他能在国外读过书。呵呵，没准他的学校还不如雪雪。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，我抬了下眼皮。曼彻斯特大学生态科学工程系植物学博士学位，气氛一瞬间凝固了。苏雪顾不上维持自己的形象，几乎尖叫出声：怎么可能？你骗人的是吧？我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。学历证书编号 X20228731743825，自己查。弹幕炸了，我靠！我去查了，叶青真是曼大的博士啊，这不是关公面前舞大刀吗？我都替苏雪感到尴尬。我去说别人是酒漏鱼，结果发现自己才是小丑，这才是真学霸呀！我要向他学习，从今天起叶青就是我的榜样。他学历高又怎么样啊？人品差劲怎么样都招人烦，还是我们雪雪最可爱。苏雪脸青了，呼，我爽了。蘑菇肯定不能吃，不过旁边几株小白花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这东西不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吗？碎米荠，十字花科草药，清热利湿，安神止泻，而且蛋白质含量极高。我在实验室测算过，蛋白质大约是鸡肉的6倍，这倒真是能吃的好东西啊！我当时在终南山里找得很费劲，在这却遍地都是。10分钟后，我把满满的一大把碎米荠装进了背包。弹幕：叶青饿疯了，薅这么多草干什么？别人荒野求生，他当来这旅游的？又是花又是草的。顾明艳冷哼一声，阴阳怪气，你还真挺有闲情逸致，有这采花的功夫，还不如给我们找点吃的。
怎么，你那博士学位不会是花架子吧？能看不能用，我也不惯他。你舔个大脸，在这放什么洋屁呢？挺大的男人指着别人喂饭，我是你爹。顾明艳急了，冲过来想要教训我，我也撸起袖子，谁怕谁啊？江岭淡淡瞥了他一眼，语气不悦。行了，差不多该找地方过夜了，天色再黑一点，路就不好走了。顾明艳恶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不情不愿地收拾背包，顺着地图往前又走了一段路，终于找到一处还算平坦的地方。我从地上捡了几根藤蔓，3下5除2打了结，找了2棵距离适当的树，往上面一挂，再捡些大片叶子铺在上面，一个简易摇床做好了。顾明艳不屑地嗤笑一声，这玩意也能睡人？还没躺上去，藤蔓就断了吧？苏雪默默地捡了许多大片叶子堆在地上，叠成厚厚一摞。弹幕，女神那个才叫床吧，看着就很软啊。楼上的不懂就别说话了，降智。叶青那个解打的方式才叫不一般，一看就是受过正规训练的。叶青刚才的动作好快，我甚至没看清怎么打的结。不过睡起来还是苏雪那个更舒服一点吧。这种野外你还敢睡地上？第二天起来满身的虫子包，你信不信？苏雪搭好简易床，神情羞涩地走到江岭旁边。江岭刚拾好柴火，还没来得及搭床。江前辈，您去睡那张床吧，走了一天你也辛苦了。前排吃瓜的机会轮到我了。我默默看了一眼顾明艳的脸色，黑得像锅底，终究是他错付了。江岭头都没抬，不用了，谢谢。随后他也开始找藤蔓打结，但这块空地的树木本来就有限，距离正好够睡的也就是我现在站着的这2棵了。论咖位，人家是影帝；论资历，人家是前辈。于是我鬼使神差的开口，你要不要上来？我的本意是这张床让给他，我再找地方搭一个新的。气氛诡异的停滞了几秒，他拿着打好结的藤蔓缓缓朝我走过来，嘴角噙着笑。不用，我在你下面，这台词真的是能播的吗？苏雪看着这一切，脸色难看，眼底极力忍耐着怒气。弹幕炸了，卧槽卧槽卧槽，我听见了什么？救命！我为什么会觉得这对邪门的 CP 有点好磕呀？我现在理解为什么会上热搜了。其实要是不看性格的话，叶青这容貌完全配得上江岭啊，何止啊，人家可是博士，到底谁配不上谁啊？搞不懂为什么这么多人黑他，纯路人。这期节目里叶青表现真的很好了。楼上的得了吧，哪来的洗白团伙？暴走岭哥哥，雾 Q 博士又咋了？学女神就是最好的，说他比不上叶青的都是傻逼，出门被车撞死，反正我挺爱看他的。苏雪往他旁边一站，都显得有点普了。妈的，眼瞎了吧？我们雪这么高的颜值也叫普？你们有人发现顾明艳走远了吗？我床搭好了，火也升上了。苏雪却突然跑过来说顾明艳丢了。刚才他说去找点吃的，结果现在都还没回来，不会出事吧？观众面前，他表现出一副担心的样子。我本来懒得管闲事，但山里半夜出现个什么野兽也不稀奇。天色暗了，这时候分头找不安全，我们3个收拾好背包一起行动。我仔细看了看地上的脚印，走这边。苏雪一身反骨，你说了算，谁听你的？江林也好奇，怎么看出来的？哦，他那双43码大脚还是挺好认的。2个小时以后，我们找到了顾明艳，她衣衫不整地瘫在一处草丛里，像是虚脱了。弹幕，好心疼燕燕，她为了给大家找吃的，都累到昏厥了，还不是怪那个叶青，非说找到其他吃的才肯放了那条蛇。明艳哥哥好可怜，叶护咖去死啊！一群小学生脑残粉，顾明艳自己瞎跑，关叶青什么事？敢说我们燕哥哥坏话，诅咒你全家不得好死！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检查他身上裸露在外的部分是否有毒虫或者是蛇类的咬痕，脱水或者脱力都不怕，千万别是中毒了。不过即便真中毒了，附近应该也找得到解毒的药草。我在顾明艳身上扒拉来扒拉去，甚至解开她的衣领。苏雪趁机又开始带节奏。叶青，你怎么能趁人之危？现在可是在录节目，你这样摸来摸去的不好吧？弹幕被成功带偏，操！放开你恶心的咸猪手，别碰我家燕燕！死女人滚啊！趁我家燕哥哥晕倒了就占便宜。完了，我都预料到明天的热搜了，他就是故意蹭阿燕热度。我忧了，我眉头微微蹙起。顾明艳身上没有中毒的迹象，但体温却高得吓人。而且他胳膊上怎么会有这么多针孔的淤青？据我所知，来节目之前也会有体检，顾明艳肯定是没有糖尿病之类的。那这些针孔哪来的？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我心里有了猜想，没有证据前却不敢贸然说出口。江岭看出我神色有异，问我怎么了。我摇摇头，胡乱遮掩过去。没事，咱们先把他抬到那边的空地上吧，看他一会能不能醒。我采了几株醒神的苦摘草，揉碎了塞进顾明艳嘴里。几分钟以后，他哼哼唧唧醒了过来。阿燕，你没事吧？怎么突然晕倒了？苏雪做出一副关心十足的样子，语气担忧。随他表演，我根本不 care。
我紧盯着顾明艳通红的双眼，她心虚地把头偏到一边。没事，学姐，我就是有点累了，我们快回去吧。江凛站在旁边，若有所思。我们几个轮流搀扶着顾明艳往回走，走了1个多小时，才发觉不对。周围的林子越来越密，显然跟我们来时不是一个方向，但我们又确确实实是按照指南针走的。苏雪一脸迷茫，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？不对劲，指南针的方向有问题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摸着旁边一棵树木的纹理，你们看这些树，树皮一般为南面的叫光滑，北面的叫粗糙，有的树在北面树皮上还有许多裂纹和疙瘩，但是指南针上显示的南北方向却整整和树皮偏差了将近45度。你们再抬头，看到北极星了吗？北极星的指向是正北，同样跟指南针显示的不同，所以很明显，指南针受到了干扰。我们迷路了。大家沉默了一会，几分钟后，顾明艳暴躁地往旁边那棵树上面踢了一脚。草，苏雪小声提醒他注意形象。注意个屁呀！咱们现在在哪都不知道，肯定早就脱离正确路线了。你看这一路上连点节目组的记号都没有，更别提摄像机了。苏雪愣了一下，信以为真。周围都是一个公司的，她也觉得没什么装下去的必要了。妈的，累死了！叶青，你滚过来，给我捏脚。她是哪国的公主啊？这么颐指气使。我顾着找路，没搭理她。结果苏雪还来劲了，走过来大力攥住我的胳膊，表情凶狠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？还有，今天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衬托我，你呢？居然敢抢我的风头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罩着的？你在圈里不想混了是吧？我注意到不远处的树洞里藏着什么东西，黑色的，拇指大小，正闪烁着微弱的红光。啊，节目组不是没有记好了，只是将摄影机藏得更加隐蔽。可是顾明艳和苏雪好像都以为这地方没有摄像头了。一想到他俩现在这副蠢样都在全方位无死角的直播给全国观众，我心里还莫名有点爽呢。我决定给他再加点戏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抢你的风头？我没拆穿你就已经不错了，你到底得没得过奖，心里没数？苏雪皱起眉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马什国际植物奖的获奖者不是你，你在撒谎。苏雪被踩到痛脚，突然拔高声音，贱人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我笑了，是吗？那你说说，在哪颁得奖？谁给你颁的奖？我不记得了，谁会记得这种小事？死鸭子嘴硬，骗人也不做足功课。苏雪眼神怨毒地瞪着我，轮得到你个贱人质疑我？你爸爸就是个臭种地的。我干爹是谁你知道吗？你敢惹我，你不想混了，你就该跟你那个死爹一样滚回家种地。他朝我扑过来，抬起胳膊准备扇我，巴掌要落到脸上的时候，那只手却被人死死地制住了。江凛站在我身前，眼神冷冽，苏雪，别太过分了。你要是再做下去，谁都保不住你。江凛肯定也知道苏雪的后台是谁，不过他显然不怕，反倒是苏雪不甘心地咬着嘴唇，将前辈半晌，他冷哼一声退了回去。不过这事在我这可没完，骂我也就算了，我最烦有人骂我家人。趁着现在没人知道隐藏摄像机的事，我决定找机会彻底揭穿苏雪的真面目。直播间现在热度空前高涨，刚才顾明艳是爆粗口了吗？她不知道现在正在直播，太魔幻了，原来明星背地里居然是这德行。我女神怎么会突然这样啊？燕哥哥爆粗口又怎么了？这叫真实不做作，我还是喜欢他。看脸就行了呀，反正小雪颜值依然能打。要是纯看脸，为什么不看叶青？她比苏雪好看多了。而且苏雪出道起不一直是清纯小花的形象吗？现在看来人设不可信啊。你们快看，叶青在地上摆弄啥东西呢？前3联西北开天，坤6段西南八地，对上缺西方双泽，巽下段东南无风，艮复晚东北岐山，震仰梦东方四雷，离中虚南方真火，坎中满北方六水。默念完口诀，我将手里的碎石按照布阵图依次摆好。这个阵叫仙人指路，是当年终南山里的清虚道长教给我的。在这种深山老林里，尤其是夜晚，迷路很难找到方向，万一再碰到什么野兽，就更危险了。迫不得已，我只好拿出这一招，只希望导演组别因为我宣传玄学给我封禁。苏雪朝我走过来，语气不善：叶青，你干什么呢？没看见别人都在找路吗？你自己蹲在这玩石头，你也好意思白痴？我没理他。最后一块石子落阵，林中突然起了大风。顾明艳惊呼一声：我操，怎么突然变天了？狂风四起，石阵中的石子被风吹动，隐隐朝着一个方向滚动。我顺着石子滚动的方向一指，走这边。直播间，我天，叶青这是在干嘛？八卦阵都整出来了！救命！我突然觉得他好像很有说服力的样子，不会是个隐藏的玄学大佬吧？你们不会真被他忽悠了吧？能不能有点脑子？我家里世代就是做风水的，刚才他摆的真念的口诀，只有内行人才懂。我决定粉他了，要不我去认他当个师傅吧。
我也觉得叶青刚才站在狂风中的样子好飒。粉了，苏雪精心打扮的发型被吹成了一坨鸡窝状。她忍无可忍，贱人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明知道我最在意荧幕形象，还把我搞成这样，一会回去直播，我这发型怎么上镜头？这是荒野直播，又不是选美大赛，我抬起头，一脸无辜。再说了，你惨一点，没准还能引起观众的同情。你不是最喜欢搞卖惨薄同情这一套，营造你的小白花人设吗？苏雪恶狠狠地瞪着我，脸色又青又白。顾明艳冲过来，一把将我从苏雪面前推开。叶青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刚才直播的时候我给你点脸，你别给脸不要，现在立马跟学姐道歉。哟，都这份上还护着苏雪呢，真是痴心一片啊！我朝他竖起大拇指，由衷称赞，老祖宗诚不欺我，无论多臭的事，总会有狗抢着吃。江岭在旁边没忍住，乐出了声。我看着他，走吗？江岭，苏雪还想挣扎一下。江前辈，我脚好像刚才不小心扭到了。江岭头都没回，那让顾明艳背你吧。苏雪埋怨不甘，咬牙切齿地跺了跺脚。学姐，咱俩跟着他们走吗？他语气鄙夷，不跟。那个贱人能找到什么路啊？肯定故弄玄虚的。咱俩继续跟着指南针走，我觉得有点好笑。蠢成这样，到底是怎么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的？不跟就不跟吧，省得给我惹麻烦。他和顾明艳就在这荒郊野外自求多福吧，反正导演组最后也不会把他俩扔在这的。我和江岭按照石子指路的方向顺利回到了营地。江岭重新生起火，我把碎米糍夹在火上烤了一会，飘出焦香，递了一把给他，吃吧，补充蛋白质，味道不难吃的。饱餐过后，我们又意识到现在面临的另一个难题，缺少饮用水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江岭准备出发寻找水源，这方面我倒是强项。我们爬到了半山腰的一个制高点，从这往下看，地势低而且植被繁茂的地方，大概率就是水源所在地。只要能找到一条小溪之类的，未来几天我们喝水就不成问题了。为了防止再次迷路，这一路上我们都用军刀在树木上做了记号。果然，走了大约半个小时，看到了一条小溪，旁边有几棵竹子，我用刀将竹子截成几段，底部用竹叶缠绳封好，做了2个简易水壶。江岭看向我的眼神多了一丝疑惑，你好像很懂这些。我也没瞒着他，以前写论文的时候在山里住过一阵子，这都是当地老猎户教我的。我和江岭装满了水，准备往回走，突然前面的草丛晃动了一下，我瞬间警觉起来。如果是野兔野鸡，就饱餐一顿；如果是别的东西，就要小心点了。拿好刀，前面有动静。江岭点点头，谨慎地从背包里抽出军刀，握在手里。草丛不停晃动，那东西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下一秒，一只黑熊嚎叫着冲了出来，直奔我和江岭的方向。弹幕：卧槽，这是熊瞎子吗？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完了，这下真要出事了！不要啊，岭哥快跑，别被它咬到！我一眼就认出来，这是云南特有的云岭黑熊，但它体型不大，还只是半人高的小熊。估计是连节目组都没发现这山里还隐藏着黑熊这种猛兽，否则它不会任由嘉宾冒这种险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江岭已经往前挪了几步，将我护在身后。江岭，你快躲开！我紧张地大喊一句。虽然只是一只幼年黑熊，但要是真被它撞一下，最起码也得落个粉碎性骨折。黑熊近在咫尺，已经不给我反应的机会了。妈的，不管了，拼了！我朝着江岭和黑熊的方向就冲了过去，他朝我伸出手，准备拉我。他这种咖位的大明星，肯定平时缺乏锻炼。我记得之前另一个大腕采访时候还自曝，连抱个70-80斤的女明星都费劲，关键时刻还得我出手。无视江岭那只伸向我的手，我一把冲到他面前，在他惊诧震惊的眼神中，弯腰双臂环绕。下一秒，像是抗麻袋一样，我毫不费力地将他扛在肩上，然后飞速往旁边树林密集的方向跑。江岭，直播间炸了，叶青在干嘛？他徒手把江岭扛起来了。卧槽，扛这个男人他还健步如飞，那黑熊都被他甩在后面不见了。我人傻了，这是什么魔幻发展？哈哈哈！只有我注意到江颖对被扛起来的表情有多搞笑吗？他在怀疑人生，哈哈哈哈！不管怎么说，叶青救了我们家岭哥哥，叶青 YYDS， 我要为他举大旗。昨天我还在骂他蹭岭哥哥热度，今天我为我的无知道歉。这门亲事我同意了，等我体力不支停下来，那只小黑熊早就没影了。虚惊一场，我把江岭放下，自己也坐在地上喘着粗气。他欲言又止，脸色憋得通红。我疑惑地看向他，算了，没什么，谢谢你啊，我毫不在意，小事不足挂齿，你以前也没少照顾我，有些事还是我从助理那听说的。我因为拒绝在一部电影里拍摄裸露镜头，被导演穿小鞋，还拿天价的违约金威胁我。后来是江岭替公司出面帮我摆平的。
具体用了什么方法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之后那个导演在圈里拍一部凉一部，没什么名气了。我在公司碰见江敏，想请他吃饭，当面致谢，却没想到被狗仔拍下来，营销号带节奏上热搜，我被黑得体无完肤。好巧不巧，我们停下来休息的地方也被节目组放着线索。我从屁股底下掏出皱皱巴巴的地图，有水有食物，我和江敏沿着地图上的路线走了1天1夜。本以为顾明艳和苏雪已经被节目组救了，谁知道却在一个山洞里碰见了他俩。我和江敏赶到的时候，顾明艳在地上浑身抽搐，苏雪胆战心惊地缩在一旁，衣衫不整。她这是怎么了？苏雪见到我俩，立马连滚带爬扑了过来。我不知道顾明艳怎么了，她10多分钟以前就开始这样了。她还要强暴我。江前辈，你快救救我啊！我走过去，听见顾明艳口中念叨着：“给我，快给我！”我受不了了，谁能救救我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恐怕不仅仅是直播事故这么简单了。赶紧拿绳子把他捆起来。顾明艳这反应，再加上他胳膊上的那些针孔，答案呼之欲出。他瘾犯了。直播间，顾明艳是个瘾君子，完全看不出来啊。他不是棒子国的练习生出道吗？那边本来就乱，这几天热搜还爆了一个呢。刚才那群脑残粉呢，快出来啊！你们哥哥要进去踩缝纫机了，燕哥哥就是最好的，一时犯错不要紧，我们等你回来。脑残粉没治了，为了防止他做出伤害别人的举动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拿绳子捆起来。我和江敏一人拉着绳子一头朝他走过去，正要绑住他，他却突然挣扎起来，力气大了几倍不止。顾明艳像只野兽一样在地上咆哮：“滚开！你们都给我滚开！给我药！快给我药！否则我就杀了你们！我要把你们全都杀光！我看你们谁还敢瞧不起我！等我睡到苏雪，我就会比以前更红。到时候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被我踩在脚下，脑神经受到刺激，他已经开始口不择言了。再过一会，他可能还会出现幻觉。臭女人，老子给你脸你不要，上赶着舔江里那个傻逼，老子现在就要了你！我看你还敢勾引别的男人！”顾明艳挣扎着起身，朝苏雪的方向冲。紧要关头，江里一个背摔将他按倒在地，又迅速将绳子缠起来，打了个结。捕兽结，我没想到江里居然有这2下子。这么专业的捕兽结，即使力气再大的野兽也挣脱不开，只会越挣扎捆得越紧。苏雪泪眼婆娑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江前辈，多亏有你在，我刚才真的吓死了啊！是吗？要是我没注意到你背后的手里藏着东西，恐怕就信了。顾明艳知道自己有毒瘾，来的时候不可能不做准备。刚才他嘴里还一直喊着给我，给我，一定是苏雪拿走了他的药。这女人真是够狠的。江林也没吃他那一套，看着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什么脏东西。苏雪现在这副样子也确实挺脏的，早就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清纯女神形象了。见江林没上当，他索性也不继续装了。哼，你们现在瞧不上我不要紧，早晚得求着我。我干爹已经知道我在山里失踪了，一定会派人来救我的。我哦了一声。你说白总啊？你真觉得他会为了你弄出这么大动静？苏雪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的厌蠢症快犯了。经纪公司的董事长白天是我博导的大舅子，这人私底下玩得花。苏雪这种小明星，他不知道睡过多少个，怎么可真的对他上心？只是一时兴起的玩物罢了。你不会真以为认个干爹就保你事业无忧了吧？你这阵子火了是没错，在你之前突然被捧火，又突然被雪藏退圈的，你没数数有多少个？苏雪气得双目赤红。我和那些蠢货可不一样。白总赏识我，他不会不管我。像我这样的优秀的女孩，娱乐圈里能有几个？我连眼皮都懒得掀。你那个学历有手就行，至于奖，你心知肚明，那不是你拿的。苏雪趾高气扬，得意地笑出声。不是我又怎么样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和我经纪人联系过了，他马上就会找到获奖者，然后跟他商讨在奖项里加上我的名字。我悠哉悠哉地捡着柴火。你怎么联系到他的？当然是用手机了。苏雪得意地晃了晃他的 iPhone 14。行啊，导演组居然连他手机都没收，真挺给白总面子的。几分钟以后，苏雪手机响了，她接通电话，还特意按了扩音，像是炫耀。学姐电话那头是苏雪的经纪人。是办得怎么样了？找到获奖者了吗？找是找到了，但是吧，苏雪不耐烦了，生怕被我看笑话。但是什么但是？不就是给钱吗？给多少都行，价格随便定。不是，学姐，这不是钱的事啊。苏雪皱了皱眉头，深吸一口气，不是钱的事。我懂了，那你帮我跟他说，只要他同意在奖项里加上我的名字，我可以陪他一晚。金钱不行，靠美色。真是豁出去了。我越听越想笑，这女人这种脑子，到底公司怎么想的？给她学霸人设。经纪人支支吾吾半天，苏雪终于忍不住爆发了。你他妈墨迹什么呢？这点事都办不好。你把那人电话给我，我亲自和他说，不行就让白总出面，我就不信摆不平这么点事。
别说白总，天王老子来了，这事你都摆不平。山里信号弱，关键时刻，苏雪的手机没信号了。曹，什么破玩意，等了这么久，好戏终于可以收尾了。我把柴火堆在一起，看着他似笑非笑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。苏雪皱着眉看我，你说什么？你不就是想找马石获奖者吗？不用折腾你经纪人，跟我说就行了。苏雪刚想骂脏话，我没给他插嘴的机会。2022年6月17日，马石国际植物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颁发，颁奖嘉宾是国际植物专家叶旭升，首位华人获奖者是他的女儿叶燕青。苏雪一下子愣住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笑了，你是不是不知道出道之前我的真名叫什么？叶青是我的艺名，叶燕青是我的本名。那张被你招摇撞骗的获奖证书，现在就摆在我家书房的架子上。你想问我同不同意挂你的名是吧？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回答你，我不同意。弹幕彻底炸了，草，一种植物，真正的大佬在这里。我的妈呀，我居然发微博骂过叶大佬，我想以死谢罪。谁说的？他爸是农民，人家是央视采访过的国际知名专家呀，地位比中科院院士还高。救命，我彻底沦陷在学霸姐姐的石榴裙下了，这节目我要跪着看。我妈看完跟我说，啥时候我能跟叶青一样有出息？她跟我爸就在全村连摆3个月流水席。姐姐好厉害！我宣布，今天开始我就是叶青的迷妹。苏雪脸色像是吃了苍蝇一样，蹲在角落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跟江林升起火堆，碎米奇吃完了，不过好在还有那条小蛇，把蛇架在火上，一边烤一边往下滴油，滋滋冒响，香气也飘满山洞，引得人忍不住流口水。这节目应该叫《舌尖上的荒野求生》。苏雪一开始在旁边嫌恶的皱眉，后来又开始死死地盯着蛇肉吞口水，估计她和顾明艳都是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。我从蛇肉上面割下来一块，扔给他。他一边捡起来，一边气急败坏：“你喂狗呢？你瞧不起我！”我不搭理他，他又开始对江岭大吼：“江前辈，你可别被贱人这张脸骗了！就算是学霸又怎么样？他私底下指不定被多少个导演、金主睡过了，又脏又恶心。贱人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太得意，我还没输给你，怎么连吃的都堵不上他这张贱嘴呢？”我面无表情：“你别说话了，我有洁癖。”苏雪像是被踩了痛脚，情绪突然失控。他像个疯子一样抬起头，眼里涌动着丝丝恶毒和怨恨。贱人，你说，要是你今天没能活着走出去，还会有人知道我的秘密吗？深山荒野，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明星，很合理的。说完，他缓缓起身，露出一直背在身后的那只手。贱人，你去死吧！苏雪疯了一样朝我冲过来，他手里紧紧攥着的，除了一袋白色的小药片，还有一把瑞士军刀。杀了你们，就没人知道我和白总的事情了。杀了你们，就没人会揭穿得奖的人不是我。我要杀了你们！弹幕：卧槽，苏雪是不是疯了？披头散发的好像恶鬼呀，这就是你们的女神？清纯小白花？清纯什么呀？不知道被多少人睡过了。我看着苏雪的样子，却觉得十分反常。一个奖而已，情绪至于激动成这样吗？山洞角落里，刚才苏雪蹲着的地方，长着很多蘑菇，甜头菇。苏雪该不会把这种蘑菇吃了吧？甜头菇虽然不是什么致命的毒蘑菇，但是体内却含有一种裸盖菇素，能够刺激人的神经受体。苏雪被我激怒，甜头菇又放大了她的情绪，让她彻底失控了。小心！江岭朝我扑了过来，挡在我和苏雪中间，那也是苏雪刀尖正对着的方向。刀尖插进肉里，我听到江岭一声闷哼。我急了，去你妈的！我伸手摸到一块石头，猛地往苏雪头上一砸，又一脚将她踢开，抽出背包里的尼龙绳，像是捆猪一样将她捆绑着扔在地上。我又狠狠给了她几个巴掌。苏雪不停地挣扎扭动，脸肿得像猪头，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力气。我没心思再管她，江岭胳膊上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，简单将她的伤口包扎。我按下了指南针上的紧急呼救按钮，导演组排了救援机，几分钟就定位到我们的位置。我搀扶着江岭走出山洞，又冲进去，几个工作人员把顾明艳和昏迷的苏雪扛了出来。见到导演，我二话不说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。为了节目效果，你们可以连人命都不顾了是吗？山里遍布你们的摄像头，从一开始你们就知道我和江林可能遇到危险，为什么不及时叫停？导演捂着脸，神色慌张。直播开始前就说了规则，你们不按紧急呼救，我们是不干预录制的。我去你妈的规则！好在江林只是被伤到了胳膊，经过及时救治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损伤。热搜彻底被我们几个霸占。井号顾明艳吸毒，井号江岭受伤，井号叶青江岭天作之合，井号叶青徒手扛江岭跑视频，井号至于为什么没有苏雪，当然是因为白总在背后的运作。苏雪不仅微博被注销了，就连参演过的电视也全部下架，就仿佛娱乐圈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。荒野求生综艺的导演组被我和江岭告上了法庭，他们为博眼球无底线的行为也彻底激怒了我和江岭的粉丝，节目遭到了抵制封杀。没错，我现在也有粉丝了。
不是黑粉，不是僵尸粉，而是一批名叫青鸟的小可爱们，以及我和江岭超画下日渐增多的 CP 粉。多亏了江林找的律师，我俩拿到了节目组的巨额赔偿。当晚，江林打电话来问我之后的准备。我说我要回一趟终南山，拿这笔钱把清虚道长的道观修一修，顺便再旅个游。他在电话那头轻笑一声，不介意的话也带上家属吧。